凭《陈情令》走红的他，竟在密语记里打酱油，演艺圈残酷又现实。作为现象级爆款，《陈情令》几乎全员走红，肖战和王一博凭借这部剧一跃成为顶流，孟姿义、宣璐和汪卓成等一众配角也顺势出圈，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。如今7年过去，两位主角稳坐一线宝座，孟姿义已是一线小花，宣璐和汪卓成银气如虹。对比起他们，其他人发展大不如前，而最令人唏嘘的莫过于刘海宽。当年在剧中，刘海宽饰演姑苏蓝氏的家主蓝曦臣，他面容清俊温雅，一袭白衣，清雅脱俗，温润如玉的气质，犹如书中走出的蓝曦臣。再加上刘海宽在剧中饰演王一博的哥哥，只要关注就知道王一博当年有多火。借着剧集和王一博的东风，刘海宽水涨船高，热度远超同期配角。那时候所有人都以为他的演艺事业能更上一层楼，结果没想到他的曝光竟一年不如一年，甚至还在剧中当起了背景板。当你回头看这段经历，其实很容易被表面的起伏影响判断，但如果你换个角度去看，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你看到的是曝光减少，可不一定看到他在做什么准备。很多时候，一个演员的节奏并不是一直往上冲，而是有快有慢，有些阶段是在积累，有些阶段才是释放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在经历过一段被关注的时期之后，他反而需要更冷静地去思考自己的方向。不是每一个机会都要抓住，而是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角色。你如果一直被外界的声音推着走，很容易迷失，但它能慢下来，本身就是一种调整。再说到所谓的背景板，你也可以换个角度理解。不是位置靠后就没有价值，反而是在这样的角色里更考验一个人的细节和稳定性。你要在有限的戏份里把人物立住，这其实对表演是更高的要求。你如果认真对待每一个小角色，时间久了，别人自然会看到你的变化。还有一点你可以注意到，就是他最初给人的印象其实很稳，这种气质不是短时间能建立的。同样的，事业的发展也不一定是一下子爆发，而是更适合慢慢走。你走得稳，才有更容易走得久。所以你看到这样的变化时，不一定要急着下结论，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过程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做出的不同选择。你如果也在自己的路上遇到类似的情况，或许可以学会多一点耐心，不用因为一时的起伏就否定自己。慢一点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没有停下来，你认真对待每一步，哪怕现在看起来不那么显眼，也是在为后面打基础。时间会慢慢把这些积累放大，那个时候你会更从容，也有更多的底气继续往前走。电视剧《密语记》热播，观众们被钟汉良、猪猪惊艳的同时，竟然在剧中发现了刘海宽的身影。他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位中餐厅经理，不仅镜头寥寥无几，台词也屈指可数，就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。都说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，可一个潜力无限的演员，竟然饰演一个边缘化的小配角，还是蛮令人唏嘘的。要知道，刘海宽是体体当当的科班出身，而且颜值实力兼具。但当你再仔细想一想，其实这样的选择也未必是坏事儿。你看到的是戏份不多，但没看到的是他依然在认真对待每一次出镜，哪怕只有几个镜头，他也在尽力把人物状态撑住。这种态度本身就很难得。你如果做一件事儿，无论大小都能保持同样的认真，那你的进步一定是稳的。慢一点没有关系，只要你没有停下来，你认真对待每一步，哪怕现在看起来不那么显眼，也是在为后面打基础。时间会慢慢把这些积累放大，那个时候你会更从容，也有更多的底气继续往前走。
电视剧《蜜语记》热播，观众们被钟汉良、猪猪惊艳的同时，竟然在剧中发现了刘海宽的身影。他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位中餐厅经理，不仅镜头寥寥无几，台词也屈指可数，就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。都说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。可一个潜力无限的演员，竟然饰演一个边缘化的小配角，还是蛮令人唏嘘的。要知道，刘海宽是体体当当的科班出身，而且颜值实力兼具。但你再仔细想一想，其实这样的选择也未必是坏事。你看到的是戏份不多，但没看到的是他依然在认真对待每一次出镜，哪怕只有几个镜头，他也在尽力把人物状态撑住。这种态度本身就很难得。你如果做一件事儿，无论大小都能保持同样的认真，那你的进步一定是稳的。你也可以换个角度看，这样的角色更像是一种沉淀。不是每一段时间都要站在最显眼的位置，有时候在边缘一点，反而更容易看清方向。你不用被外界的期待一直推着走，可以静下来想一想，自己真正想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。再说到科班出身，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扎实的基础。你学过的东西不会消失，只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发挥出来。你现在看到的戏份少，并不代表能力被否定，反而可能是在等待更合适的机会。还有一点你可以注意到，就是观众依然能认出他，这说明他过去塑造的角色是有记忆点的，哪怕出场不多，依然有人注意到你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积累。你只要持续出现，持续保持状态，这些印象会一点点加深。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安排时，不一定只看到遗憾，也可以看到一种过程中的调整。你的人生也一样，不可能一直在最前面，但只要你没有放弃，每一次小的尝试都在帮你往前走。慢慢来，你会发现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阶段，其实都在为下一次更好的表现做准备。他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，5岁开始学钢琴，小学6年级时，钢琴就已经达到了10级水平。而且不仅钢琴厉害，刘海宽还会 B-box 和吉他。多才多艺的他，在2013年考入了北京电影院，3年后出演了电视剧《电竞纪元》，并演唱了主题曲。这是一部小制作网剧，聚焦 VR 电竞，播出后反响平平，但却是刘海宽踏入演艺圈的起点。当你把这些经历串起来看，会发现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只走一条路的人。你可以想象，一个从小练琴的人需要多少耐心和专注，才能一步步走到10级。这种基础其实早就帮他打好了节奏感和自律能力。你以后无论做什么，这种长期训练带来的习惯都会一直帮着你。再说，他会的那些技能，不只是看起来多，而是说明他愿意去尝试不同的东西。你如果也能像这样，多给自己一些机会去接触新的领域，你会慢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向，而不是被局限住。考入北京电影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。你进入一个更专业的环境，身边都是同样努力的人，这种氛围会不断推着你往前走。你可能一开始并不突出，但只要你肯学，时间会慢慢拉开差距。至于电竞纪元，虽然当时反响不算热烈，但你可以换个角度看，它给了他一个真正站在镜头前的机会。很多事情都是这样，第一步不一定很朗眼，但它很关键。你如果连开始都没有，就更谈不上后面的发展。而且他不仅参演，还演唱了主题曲，这说明他在机会来临时是愿意把自己的能力都用出来的。你如果也能在每一次机会里尽量做到更完整一点，那你的优势就会越来越明显。所以当你看到这段起点时，不用纠结它是不是足够成功，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迈出了第一步，并且在不断尝试中积累经验。
你的人生也一样，不需要一开始就很完美，只要你愿意开始，并且持续做，慢慢就会看到变化。之后的几年里，他先后参演了《我的仙界学院》、《独步天下》、《勇往直前恋上你》等影视作品，饰演的虽然都是配角，但演技发挥特别稳，再加上他形象帅气，很有观众缘。不过，真正让他走红的还是陈情令。为了贴合兰曦臣这个角色，187厘米身高的刘海宽在进组后1个月减重25斤，每日吊威亚练剑，接受特训。在这部剧中，刘海宽演技大爆发，将兰曦臣的豁达豪爽、温厚谦逊刻画得入木三分，尤其是对蓝忘机的关怀保护令人动容。因为演技精湛，刘海宽凭借这剧获得了腾讯星光大赏年度潜力电视剧演员奖。只可惜，刘海宽虽然获得了高度认可，后续资源却不给力。陈情令之后，刘海宽参演了《不说谎恋人》、《长歌行》、《我是岁月你是星辰》、《镜双城》、《烽烟尽处》等影视作品。这些作品要么热度平平，要么角色人设不够出彩，久而久之，刘海宽的热度不断下滑。演艺圈是一个残酷且现实的地方，新人辈出，竞争激烈，接连几年没有出圈的角色和作品就会被市场眼望。面对这种情况，刘海宽不是没有想过改变。《蜜语季》开播前，他刚被《无限超越班》第4季淘汰。节目上，他大胆争取机会，与刘晓庆搭戏韩杰，一度引发热议。有人吐槽他用力过猛，有人嘲讽他想红心切。其实大可不必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如果可以，谁又愿意去演小配角呢？演艺圈中像刘海宽这种情况并不少。很多演员凭借某部作品走红，本以为能迎来柳暗花明，结果却星光黯淡。只能说，走红这件事情充满各种不确定性，有时候非人力可控。就《蜜语季》的呈现看，刘海宽的演技还是很稳的。客人因为吃不到腌笃鲜发生矛盾，身为餐厅经理的他立即出面调解并真诚道歉，可话还没说完就被客人打断。这时候许蜜雨走了过来，说自己能解决眼下的问题。刘海宽立即站在旁边。不过几分钟的戏，他就演活了一个认真负责、懂得进退的餐厅经理，演技非常朗眼。人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，希望刘海宽能够认真打磨演技，凭着他的表演热爱，终会等待属于自己的契机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来活力。再见。